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周四下午4点，秋日的阳光斜射进华远建筑集团26楼的总经理办公室。李建华推门而入，坐。刘总头也不抬，继续看着面前的文件。李建华在沙发上坐下，习惯性地整理了一下西装。做了8年财务总监，这种被叫到办公室的情况他经历过无数次，但今天刘总的语气让他有些不安。老李啊，刘总终于抬起头，摘下老花镜。公司架构要调整，你明早去门卫部报到吧。李建华愣了3秒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什么？门卫部？安保科？刘总语气平淡，仿佛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刘总，您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李建华感觉血液直冲大脑，没开玩笑。公司业务调整，要精简管理层。刘总重新戴上眼镜，你的工作会有人接手的。李建华深吸一口气，什么人？我小舅子，从外面请来的，有经验。听到这句话，李建华瞬间明白了一切。他想起上个月的那次争执，自己拒绝在一笔明显有问题的账目上签字，当时刘总的脸色就很难看，就因为那个项目的事。李建华问：什么项目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刘总装糊涂，这是公司决定，没什么好讨论的。李建华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衣领。我明白了，明白就好。对了，以前的财务印章和相关资料，你先保管着，有需要的时候我会找你。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，李建华回头看了一眼这个他工作了8年的地方，那些熟悉的文件柜，墙上挂着的各种荣誉证书，还有茶几上那套永远没人动的紫砂茶具。电梯下降的过程中，李建华感觉自己的人生也在急速下坠。从26楼到1楼，仅仅几十秒的时间，他从公司高管变成了即将看大门的保安。走出电梯，迎面碰上了财务部的小张。李总，这么早下班？小张笑着打招呼。有点事。李建华点点头，没多说什么。小张看出了他的异常。您没事吧？脸色不太好。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李建华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走出公司大楼，李建华站在马路边，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。8年了，他每天都是6点半下班，有时候要到8、9点。今天4点半就出来了，感觉有些不真实。掏出手机，有3个未接电话，都是下属汇报工作的。李建华没有回拨，而是直接关了机。开车回家的路上，李建华想起了很多事情。刚来公司的时候，他意气风发，凭着专业能力和勤奋工作，一步步做到了财务总监的位置。那时候他以为只要业务能力强，就能在职场立足。现在他明白了，有些东西比业务能力更重要，比如关系，比如妥协，比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是他做不到。到家的时候，妻子王芳正在厨房准备晚饭，听到开门声，他探出头来，怎么这么早回来？李建华换了鞋，走到厨房门口，靠在门框上，以后不用加班了，调岗了，去门卫。王芳手里的锅铲掉在了地上。门卫，你没开玩笑吧？没开玩笑。李建华的语气很平静，但眼神复杂。为什么？你做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调你去门卫？王芳的声音提高了8度。公司架构调整。李建华用了刘总的说辞。什么架构调整？这不是明摆着整你吗？王芳气得脸通红。你得罪谁了？李建华没有回答，而是走向了书房。王芳跟过来。你说话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没什么好说的，都已经决定了。
李建华坐在书桌前，打开电脑。你就这么认了？不申请调解，不找劳动部门，没用的，我心里有数。王芳看着丈夫的背影，欲言又止。她知道李建华的脾气，决定了的事情很难改变，但是从财务总监到门卫，这个落差太大了。晚饭的时候，一家人都没怎么说话。儿子李磊刚上高2，感觉到了家里的异常氛围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爸，出什么事了？”“没事，爸爸换了个工作。”李建华夹了口菜：“换什么工作？”“保安。”李建华说得很平静。李磊愣了一下，看看爸爸，又看看妈妈。“保安，保安，那工资会不会少很多？”“会少。”餐桌上的气氛更加沉闷了。深夜11点，李建华坐在书房里，看着电脑屏幕上的工作群，群里还在讨论明天的工作安排。财务部的小张发了个文档，问他明天的报表怎么处理。李建华看着这条消息，手指悬在键盘上，不知道该怎么回复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掏出手机，找到了微信工作群，群里有公司各部门的负责人，还有一些重要客户。他在这个群里待了5年，见证了公司的发展壮大，也参与了无数次重要决策的讨论。手指停在退出群聊的按钮上，李建华犹豫了很久，最终他还是点了下去。“你已退出群聊”几个字出现在屏幕上。李建华关掉手机，然后关掉电脑，关掉台灯。房间里陷入黑暗，只有窗外的路灯透进来一些微弱的光线。李建华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，想着明天要去门卫室报道的事情。从26楼到1楼，从西装革履到保安制服，从管理几千万资金到看大门，这样的转变，他需要时间来适应。但是至少不用再为那些账目头疼了。想到这里，李建华居然有了一种奇怪的解脱感。周五早上7点，李建华准时出现在公司门口。不同的是，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走进大楼，而是绕到了侧面的保安室。“您就是李建华李先生吧？”门卫室里走出一个50多岁的老头。“我是老张，张师傅。”“张师傅好，以后请多指教。”李建华伸出手，老张握了握手，上下打量着李建华。“小李啊，听说你是财务总监下来的？”“以前是，现在不是了。有什么要教我的吗？”老张感慨地摇摇头。“这年头啊，变化太快了。走，我先带你熟悉熟悉。”门卫室不大，只有10几平米，放着2张桌子，几把椅子，墙上挂着监控屏幕，角落里有个小冰箱，还有一套简易的茶具。这是监控系统，这是车辆登记册，这是访客登记表。老张一一介绍。工作其实不复杂，主要就是看门，登记出入的人员和车辆。李建华认真地听着，偶尔点点头。“对了，这是你的制服。”老张递过来一套深蓝色的保安服。“先换上吧。”李建华接过制服，心情复杂。换好衣服，李建华照了照镜子，镜子里的人还是他，但感觉完全变了一个人。“怎么样？还合身吧？”老张问。“挺好的。”李建华整理了一下衣领。上午8点，正是上班高峰期。李建华站在门口，看着熟悉的同事们陆续走进大楼。有人看到他，愣了一下，然后快步走过，假装没看见。有人偷偷看他，然后和旁边的人小声议论。还有人直接停下来，满脸惊讶地问：“李总，你这是？”“我现在不是李总了，叫我小李就行。”李建华回答得很平静。这怎么回事啊？”“工作调动。”第一次拦车检查的时候，李建华有些紧张。一辆黑色奥迪开到门口，
李建华上前敲窗，车窗摇下来，司机不耐烦地说：“你丫新来的吧？连我都不认识。我是销售部的老王，对不起，请出示一下工作证。”李建华按照规定执行。工作证？我在这上班3年了，天天见面，还要什么工作证？老王的声音更大了。老张走过来解围：“老王，他是新来的，不太熟悉，你别介意。新来的也不能这么死板啊。”老王嘟囔着开车走了。李建华站在原地，感觉脸上有些发热。没事，慢慢就习惯了。老张拍拍他的肩膀。中午休息的时候，李建华坐在门卫室里吃盒饭，透过小窗，他看到新财务总监正在和几个下属谈笑风生地走过。那个人比他年轻10岁，西装笔挺，指手画脚，俨然一副老板的姿态。李建华想起昨天刘总说的话：“我小舅子从外面请来的，有经验，有经验。”呵呵。下午的时候，财务部的小张偷偷来到门卫室：“李总，你还好吗？”小张显得有些拘谨：“还行，叫我老李就可以了。”“李总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怎么就……”李建华摆摆手：“别问了，过去的事就不提了，你们好好工作就行。可是李总，那些账目，新来的总监根本不懂啊。好多地方都处理错了，不懂可以学。”李建华语气平淡。小张还想说什么，但看到李建华的表情，最终还是没说出口。“那我先走了，您多保重。”看着小张离开的背影，李建华心里五味杂陈。他知道财务部现在肯定乱成一团，新总监虽然有刘总撑腰，但专业能力确实有限。不过这些都不关他的事了。下午3点多的时候，李建华看到刘总的车开出去了，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个他不认识的中年男子，西装革履，看起来像是客户。老张凑过来：“那是谁啊？”“不知道，可能是客户吧。最近刘总经常带陌生人出去，也不知道谈什么生意。”李建华没接话，但心里记住了这个细节。下班的时候，李建华收拾东西准备回家。“小李，第一天感觉怎么样？”老张问。“还行，比以前轻松。”李建华答道。“轻松是轻松，就是工资少了点，无所谓，够花就行。”老张看着李建华：“你心态挺好的，换成别人，从总监调到门卫，早就闹翻天了。闹有用吗？”李建华苦笑了一下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。”回家路上，李建华想起了今天发生的一切，从最初的愤怒到现在的平静，他发现自己的心态确实发生了变化。虽然地位下降了，薪水少了，但是压力也小了。也许这样的生活也不错。到家的时候，王芳正在准备晚饭。“今天怎么样？”他关心地问。“还行，就是看门，挺简单的。”“累不累？”“不累，比以前轻松多了。”王芳听出了他语气中的平静，心里的担心稍微缓解了一些。她知道丈夫是个要强的人，这样的打击对她来说不小，但看她现在的状态，似乎已经想开了。吃饭的时候，李建华主动和儿子聊起了学习的事情。“功课怎么样？有什么不懂的吗？”“还行吧，就是数学有点难。”李磊说。“哪一块？我看看能不能帮你。”“爸，你不是学会计的吗？数学也行，会计也要用数学啊。”李建华笑了笑，看着父子俩的交流，王芳心里暖暖的。也许这次的变故对家庭来说不完全是坏事，至少李建华有更多时间陪家人了。晚上，李建华没有再加班，也没有再看工作文件，他陪儿子做了会儿作业，和妻子看了会儿电视，然后早早就睡了。
躺在床上的时候，李建华想起了今天的种种。虽然地位变了，工作内容变了，但他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过。也许人生就是这样，有高潮就有低谷，关键是要学会适应。从最初的愤怒到现在的接受，李建华觉得自己正在慢慢适应这个新角色。周五下午2点，李建华正在学习如何登记快递包裹。门卫室的电话突然响起，是刘总打来的。老李，有个紧急合同需要你签个字，你上来一趟。刘总的语气很急促。李建华愣了一下。刘总，我现在是门卫，签什么合同？别问那么多，以前的财务印章还在你那吧？5分钟就能搞定。李建华看了看手里的快递单，又看了看正在忙碌的老张。我在值班，走不开。你什么意思？就签个字的事。刘总的声音明显提高了。真没空，要不您找别人。李建华说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老张抬起头看了看他。小李，刚才是老板打电话，听声音不太高兴啊。不过没什么大事。李建华继续整理快递，表情平静。与此同时，26楼的总经理办公室里，刘总对着电话暴跳如雷。这个李建华，给他脸不要脸！新财务总监，刘总的小舅子王磊小心翼翼地问：“要不我去劝劝他？”劝什么劝？一个看门的，还把自己当总监呢？刘总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。算了，我亲自去。王磊有些担心，这事要是搞砸了，搞不砸，那份合同必须今天签，银行那边都安排好了。刘总整理了一下衣服。李建华不是摆谱吗？我倒要看看他能摆到什么时候。下午2点半，一批快递送到了公司。李建华正在一件件登记，电话、地址、收件人，每一项都填得很仔细。小李，你这么认真干嘛？老张在旁边笑道：“就是个快递登记，差不多就行了。既然干了，就要干好。”李建华继续着手头的工作。这时，一个快递员抱着一大堆包裹走了进来。“师傅，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。”“行，放这儿吧。”李建华接过快递，开始逐一核对。就在这时，财务部的小张走了过来，看到李建华正在登记快递，眼圈有些发红。“李总。”小张欲言又止，“叫老李就行。有什么事吗？”李建华头也不抬，“就是想看看您，上面现在乱得很，新总监什么都不懂，好多账目都搞错了。”李建华停下笔，抬头看了看小张：“那是他们的事，跟我没关系了。可是李总，您就这么放心？那些项目您最熟悉了，万一出了问题，会有人处理的。”李建华语气平淡：“你先回去吧，别让人看见在这里聊天。”小张还想说什么，但看到李建华的表情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“那我先走了，您多保重。”看着小张离开的背影，老张感慨地说：“这姑娘对你挺有感情的，她是个好员工，很认真。”李建华继续登记快递：“那你就不担心公司的事？”“担心也没用，我现在就是个门卫。”老张看了看李建华，想说什么，但最终还是没说出口。下午2点45分，一辆熟悉的黑色奥迪开进了公司院子，车上下来2个人，一个是刘总，另一个是昨天李建华见过的那个陌生中年男子。两人说说笑笑地走进了大楼，似乎心情不错。“那人是谁？”李建华问老张。“不知道，最近经常来，看起来像是生意伙伴。”老张摇摇头：“反正不是咱们公司的人。”李建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继续手里的工作。3点钟的时候，门卫室的电话又响了。
这次不是刘总打来的，而是王磊。李哥，刘总让我给您打个电话，那个合同的事。什么合同？李建华装糊涂，就是之前跟您说的需要签字的那个合同。我现在是门卫，不签合同。李哥，您别这样，大家都是同事，以前是同事，现在不是了。李建华直接挂了电话。老张在旁边听得一清二楚，忍不住笑了。小李，你这脾气还挺倔，不是脾气倔，是职责分工。我现在的工作是看门，不是签合同。话是这么说，但得罪老板总不是好事。李建华没有回答，而是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桌上的文件。他心里很清楚，刘总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。财务印章还在他手里，这可能是他们需要的重要东西，但是他已经不是财务总监了，没有义务处理这些事情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对刘总的动机产生了怀疑。一个正常的合同，为什么这么急？为什么一定要他签字？李建华的直觉告诉他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下午3点10分，刘总的助理小刘来到了门卫室。李总，刘总让我转告您，希望您能配合一下公司的工作。什么工作？就是那个合同的事，很简单的，就签个字盖个章。李建华看了看小刘，这个20多岁的小姑娘刚来公司不久，对很多事情都不了解。小刘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合同吗？不知道。刘总只是让我来传个话，那你回去告诉刘总，我现在的工作是门卫，不负责签合同。小刘有些为难，可是刘总说了，这是很重要，重要也不是我的事。李建华态度坚决，小刘没办法，只好回去复命。老张在旁边看得清楚，等小刘走了之后，他对李建华说，小李，你这样硬顶着，刘总会不高兴的，他高不高兴不关我的事。李建华继续整理快递，可是你还要在这里工作啊，万一他给你小鞋穿，能穿什么小鞋？大不了不干了呗。李建华语气轻松，但眼神坚定。老张看出了他的决心，也不再劝说。下午3点半，门卫室里难得安静了一会儿。李建华坐在椅子上，看着窗外的车辆和行人，心里却在想着刚才的几个电话。刘总这么急着要他签字，到底是什么合同？为什么不能让新财务总监签？为什么一定要用他的印章？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李建华决定，不管刘总用什么方法，他都不会轻易配合的。他现在只是个门卫，门卫的职责就是看门，其他的事情与他无关。周五下午3点整，刘总亲自来到了门卫室。老李，跟我到地下车库一趟，有事商量。刘总语气温和，但李建华能感觉出他强压着的怒火。李建华看了看老张，我在当班呢，让老张带一下，很快就回来。刘总的语气不容拒绝。老张连忙点头，没事，小李，你去吧，我看着。李建华无奈，只好跟着刘总走向地下车库。地下车库很安静，除了停着的几十辆车，就只有他们2个人。刘总走到一个角落，确认四下无人，才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合同。这是个1200万的建材采购合同，需要你签字盖章。刘总开门见山。李建华接过合同翻看，眉头越皱越紧。这么大金额的合同，为什么找我？我现在只是个门卫，银行那边认可你的专业背景，由你签字比较好通过审核。刘总解释道。李建华仔细查看合同条款，越看眉头皱得越紧。作为干了8年财务的老手，这些建材价格他再熟悉不过了。螺纹钢 HRB 400亿，直径25毫米。李建华一边看合同一边计算，
市价每吨3800，你这里写的6500，这是特殊规格的，价格自然高一些。刘总的解释有些勉强。李建华继续翻看合同，水泥425号普通硅酸盐水泥，市价每吨320，合同里写580。砂石料市价每立方50，合同里写85。他抬起头，直视着刘总，按正常市价计算，这批材料总价也就300万左右。你要1200万？刘总的脸色变了变。老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想问的是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李建华合上合同。刘总，这是虚假合同吧？沉默了几秒钟，刘总像是做出了什么重大决定，长长叹了口气。老李，实话告诉你，公司现在资金链断了，所以需要这笔资金来周转。刘总看着李建华，这900万差价会用来救公司，不然200多个员工都得失业。李建华冷笑，救公司？这900万去哪了？当然是用来补窟窿，前期投资失误，现在急需资金。什么投资失误？刘总有些不耐烦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总之就是需要这笔钱，你签了字，我保证让你恢复原职。李建华摇摇头，刘总，您这是想通过虚假合同向银行骗贷啊？什么骗贷？这叫变通。商场如战场，不冒险怎么发展？刘总的声音提高了，老李，你帮我这次，以后有你的好处，不帮的话，不帮怎么样？不帮的话，公司倒了，大家都没好果子吃。刘总威胁道。李建华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问道，为什么不去找正当渠道融资？你以为我没试过？银行看了我们的财报，根本不肯放贷，现在只有这一条路，那为什么要我签字？新财务总监不能签吗？刘总有些不自在，银行那边对他还不够信任，你的资历更有说服力。李建华明白了，所以您把我调到门卫，就是为了这一天，需要我的时候叫我出来，不需要的时候就让我看大门。这话怎么说的？公司确实需要调整。调整？李建华打断了他，您小舅子需要财务总监的位置，但又需要我的签字和印章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我调走，但不能开除，对吗？刘总被说中了心思，脸上有些挂不住。老李，现在不是讨论这些的时候，公司生死存亡，你到底帮不帮？李建华看着合同，又看看刘总，这900万差价真的是用来救公司的，当然，不然用来干什么？可是刘总，就算这次过关了，以后呢？公司的根本问题解决了吗？万一银行发现了怎么办？万一审计查出问题怎么办？刘总不耐烦地摆摆手，那是以后的事，先过了眼前这关再说。如果我签了这个字，就成了共犯。李建华说，什么共犯不共犯的？这是为了公司。李建华又问，您最近频繁接待那个陌生人，是不是和这事有关？刘总一愣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现在是门卫，每天都能看到。李建华冷静地说，那个人是谁？这个你不用管。刘总有些慌乱，李建华心里更加确定了自己的判断，这件事绝对不简单。刘总肯定还隐瞒了什么。刘总，我需要时间考虑。李建华说，考虑什么？银行今天下午就要审核，过了今天就没机会了。刘总急了，老李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到底签不签？李建华看着刘总焦急的样子，想起了这2天观察到的种种异常，公司的资金问题可能比想象的还要严重，而刘总显然是在孤注一掷。我需要看到更详细的资料。李建华说，
至少要让我知道这900万具体怎么用。没时间了，刘总几乎是吼出来的。你现在就给我一个答复。那我的答复是……李建华停顿了几秒，我需要回去考虑。刘总气得脸色铁青。李建华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我告诉你，这是关系到所有人的饭碗，包括您的饭碗吗？李建华反问。这句话让刘总更加恼怒，他指着李建华：“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您心里清楚。”李建华将合同递回去。这个字我今天签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需要想清楚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刘总接过合同，狠狠瞪了李建华一眼。好，很好，李建华，你给我等着。说完，刘总转身就走。李建华站在地下车库里，看着刘总的背影，心情复杂。他知道自己可能惹了大麻烦，但是有些事情必须搞清楚。这个所谓的1200万合同，绝对不只是救公司这么简单。那个经常出现的陌生人，刘总的慌张反应，还有这份明显有问题的合同，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结论：刘总在撒谎。李建华回到门卫室的时候，老张正在看监控。怎么样？谈得如何？老张关心地问。没什么，一点小事。李建华坐下，但心里却在快速思考着。他需要搞清楚这件事的真相，因为他有种预感，如果签了这份合同，后果会很严重，不只是对他，对整个公司，甚至对那200多个无辜的员工。周五下午4点，李建华刚回到门卫室，新财务总监王磊就来了。李哥，我们能聊聊吗？王磊的态度比电话里客气多了。聊什么？李建华继续整理登记表，就是那个合同的事。王磊在李建华对面坐下。李哥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帮个忙呗。一家人？李建华抬头看了看王磊。你是刘总的小舅子，我只是个看门的，怎么是一家人？王磊有些尴尬。李哥，您别这么说，虽然我现在是财务总监，但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，还需要向您学习。学习？李建华冷笑。那你先学会怎么做账吧。听说最近财务部乱得很，这个我正在学习。王磊脸红了。李哥，其实我想说的是，这个合同对公司很重要。有多重要？关系到公司的生死存亡。王磊重复着刘总的话。李建华放下手里的笔。你知道那个合同的具体内容吗？不太清楚，听说是建材采购，1200万买300万的材料，这叫采购？王磊愣了。什么？李建华看出王磊确实不知情，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。小王，我劝你别掺和这事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面水很深。就在这时，财务部的小张又来了，他看起来很着急。李总，我能和您单独聊聊吗？小张看了看王磊。王磊识趣地站起来。那我先走了。李哥，您再考虑考虑。等王磊走远了，小张才小声说：李总，听说公司要完蛋了，是真的吗？你从哪听说的？公司里都在传，说资金链断了，马上就要倒闭。小张眼圈红了。李总，我刚买了房，还有贷款要还，如果公司真的倒了……李建华看着小张焦急的样子，心里很不好受。他想安慰他，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小张，如果公司真有问题，你们要提前做打算。可是李总，听说有个大合同能救公司，您为什么不帮忙签字呢？李建华沉默了一会儿。有些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什么意思？算了，你先回去工作吧，记住我的话，提前做打算。小张还想问什么，但看到李建华的表情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离开了。下午5点，
李建华准备下班的时候，手机响了，是他的老朋友，华信银行的贷款经理老赵。老李，最近怎么样？老赵的声音有些奇怪。还行。你怎么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？是这样的，有个事想和你聊聊，方便见个面吗？什么事？电话里不方便说，你能出来一下吗？李建华看了看时间，行，老地方，好，我等你。20分钟后，李建华来到公司附近的咖啡店，老赵已经在那里等着了。老李，坐。老赵的表情很严肃，什么事搞得这么神秘？李建华点了杯咖啡，老赵看看周围，确认没人能听到，才小声说：老李，有个合同，你可想清楚了再签。李建华一惊，什么合同？1200万的建材采购合同，你们刘总今天上午拿过来了。老赵说，我看了一下，这个合同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价格明显虚高，而且供应商的资质也有疑点。老赵压低声音，老李，这不像是正常的采购合同。李建华心里一沉，果然如他所料。那你们银行会批这笔贷款吗？正常情况下不会批，但是刘总说有你的签字和担保。老赵看着李建华，老李，我提醒你一句，这种事你可要想清楚。什么意思？如果将来出了问题，签字的人是要承担责任的。老赵认真地说，我和你是多年的朋友，不能看着你往坑里跳。李建华点了点头，我明白了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不过老李，你们公司的财务状况确实不太好，这个我不能不提醒你。有多严重？欠我们银行就有800万，其他银行的情况我不太清楚，但估计也不少。老赵叹了口气，你们刘总最近很着急。回到家的路上，李建华的心情很沉重，公司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，而刘总显然是想通过虚假合同来解决问题，但是这种做法风险太大了，一旦被发现，不只是刘总，连签字的人都要承担法律责任。到家的时候，王芳正在厨房准备晚饭。今天怎么样？他问。有点复杂。李建华坐在沙发上，有些疲惫。什么复杂？不就是看门吗？李建华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决定告诉妻子实情，公司可能要出事了。什么事？王芳放下手里的活，坐到李建华身边。李建华把今天发生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，包括那份有问题的合同。听完后，王芳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，那你的意思是不签？我还在考虑。有什么好考虑的？王芳的声音有些激动，你都被人踩到脚底下了，还管那么多干什么？可是什么？签个字能重新当总监，不签就一辈子看大门，怎么选不明白吗？李建华看着妻子，有些钱不能挣。什么不能挣？王芳站了起来，你现在连养家都成问题了，儿子马上就要高考了，以后还要上大学，这些都需要钱。我知道，但是什么？你的原则能当饭吃吗？王芳的眼圈红了。建华，我们都40多岁的人了，还能有几次机会？李建华没有说话，心里很矛盾。妻子说的有道理，家里确实需要钱，但是如果签了那份合同，后果可能会很严重。晚饭的时候，一家人都没怎么说话。儿子李磊感觉到了气氛不对，小心翼翼地问，爸妈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没事，吃饭吧。李建华勉强笑了笑。吃完饭，李建华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抽烟。他很少抽烟，但今天实在是需要冷静一下。他想起了这些年在公司的经历，想起了刚开始工作时的意气风发，想起了那些熬夜加班的日子。现在
命运给了他一个选择的机会，签字可能重新获得财务总监的位置，家庭经济问题也能解决，但是可能会害了很多无辜的人。不签字就要继续做门卫，承受家庭的压力和外界的眼光，但是至少能保持内心的平静。李建华看着远处的灯火，心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。妻子说的对，他们确实需要钱，但是老赵的提醒也很重要，这种事情的后果可能很严重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心里有个疑问，那900万差价真的是用来救公司的吗？还是有其他用途？李建华决定明天再观察一下，如果能搞清楚刘总的真实意图，也许就能做出正确的决定。但是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周五下午5点，刘总再次来到门卫室，这次他的脸色比之前更加阴沉。老李，银行6点下班，过了今天就没机会了。刘总开门见山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这个合同你到底签不签？李建华看着手里的财务印章，这枚小小的印章似乎有千斤重。他想起了妻子的话，想起了家庭的经济压力，也想起了老赵的提醒。刘总，我能问一个问题吗？什么问题？那900万差价真的是用来救公司的？刘总愣了一下，当然是，不然用来干什么？那您能给我看看具体的使用计划吗？哪些债务需要偿还？哪些项目需要投资？现在哪有时间搞这些？刘总不耐烦地说，时间紧迫，你就说签不签吧。李建华摇了摇头，刘总，恕我直言，我觉得这是不对。哪不对？第一，如果真是为了救公司，为什么要用虚假合同？第二，您最近频繁接待的那个陌生人是谁？第三，即使这次过关了，根本问题解决了吗？刘总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李建华，你这是在质疑我？我不是质疑您，我是担心公司，也担心自己。李建华语气平静，如果出了问题，签字的人要承担责任的。能出什么问题？刘总几乎是吼出来的，你就说一句话，签还是不签？李建华沉默了很久，最终抬起头，看着刘总的眼睛。刘总，这个字我不能签。你疯了吗？你知道后果是什么？我知道。李建华的语气很坚定，但我不能昧着良心做事。刘总气得浑身发抖。好，很好，李建华，我告诉你，公司倒了，200多个人失业，这个责任你承担得起吗？如果签了这份假合同，可能承担的责任更大。你给我等着，我让你连门卫都当不成。刘总狠狠瞪了李建华一眼，转身就走。李建华看着刘总离去的背影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知道自己可能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但是他不后悔。老张在旁边看得一清二楚。等刘总走远了，他悄悄竖起大拇指：“小李，你是条汉子。张师傅，我可能给你添麻烦了。”“什么麻烦？我一个老头子，还怕什么？”老张拍拍李建华的肩膀：“小李，你做得对，有些事情不能为了钱什么都干。”下班回到家，李建华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妻子。王芳听完后沉默了很久，然后叹了口气：“建华，你这个人啊，就是太死心眼。你不支持我，支持不支持有什么用？事情都已经这样了。”王芳看着丈夫：“不过我也不希望你做违法的事情。”李建华握住妻子的手：“芳，对不起，让你跟着我受苦了。”“说什么呢？我们是夫妻，有什么苦不苦的？”王芳眼圈有些红：“大不了就是穷一点，总比提心吊胆强。”周末2天，李建华都没有接到公司的电话，他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但是周一早上，
他发现自己想错了。周一上午，债权人找上门了，10几个人堵在公司门口，拉着横幅，要求偿还欠款。老张紧张地问：“小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公司可能真的出问题了。”李建华看着门外的人群。中午的时候，小张哭着来到门卫室：“李总，公司被查封了，我们都被解雇了。”李建华心里一沉：“刘总呢？不知道，昨天晚上就没见到人，听说跑了。”小张哭得更厉害了：“李总，我们怎么办啊？”李建华安慰他：“别哭，会有办法的。”当天下午，警察来到公司，开始调查刘总卷款跑路的事情。作为前财务总监，李建华也被叫去配合调查。李先生，关于那份1200万的合同，您了解多少？警官问。我拒绝签字了。李建华如实回答。为什么拒绝？因为我发现那是份虚假合同，价格虚高，可能涉嫌骗贷。警官点了点头。您做得对，如果签了字，您现在也要承担相应责任。调查进行了3天，李建华被排除了嫌疑。警方确认，刘总确实是想通过虚假合同向银行骗贷，那900万差价会流入他个人账户，而那个经常出现的陌生人就是刘总的合作伙伴，负责帮他转移资金。1个月后，有几家公司想挖李建华当财务总监。李先生，以您的能力和声誉，我们很欢迎您加入。一位 HR 说：“谢谢您的好意，但我暂时不想当总监了。”李建华礼貌地拒绝。为什么？待遇可以商量。干了8年总监，最后换来这个下场。李建华苦笑：“我觉得够了。”最终，李建华选择了一家小公司，继续做门卫。不过，这次他的心态完全不同了。爸，你后悔吗？儿子李磊问。不后悔。李建华很坚定，做人得有底线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王芳虽然嘴上还是有些抱怨，但心里其实很理解丈夫的选择。她知道，如果李建华签了那份合同，现在可能正在监狱里。半年后，李建华在新闻上看到刘总被抓的消息，判了5年。李师傅，看什么新闻呢？新来的年轻同事问。没什么，就是以前公司的事。李建华关掉手机。听说你以前是总监，以前的事就别提了，好好干现在的活。李建华整理了一下桌上的登记表，每一份工作都值得认真对待。年轻同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李建华看着窗外的阳光，心里很平静。虽然地位变了，工资少了，但他觉得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。有些东西比金钱和地位更重要，那就是一个人的底线和尊严。老张说的对，做人总得有个底线，而李建华守住了自己的底线，这就够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